为帮养妹出气，阿兄故意在我抛绣球时撞了一下我的手臂，我手一滑，最后绣球落到了街边乞丐的手中。街边的百姓见状纷纷起哄，堂堂上书千金要嫁给乞丐喽！我红着眼怔在原地，一旁的阿兄语重心长地安慰我，别怪哥，上次你当众把瑶瑶推进湖中，他心里一直憋着一口气，这才今日想让你在抛绣球时出个糗而已。他还是个孩子，你别怪他。放心，只是做个样子而已，我和爹爹都不会让你嫁给一个乞丐的。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阿兄的话音落下，像是被施了咒语，我整个人被定在原地动弹不得。眼见酒楼下众人议论纷纷，阿兄将拳附在唇下，清了清嗓子，又陡然拔高音量道：方才小妹手滑了一下，这绣球做不得数，我们再重来一次吧。说着他暗中朝谢晋之使了使眼色。谢晋之，我的竹马，今天这个绣球我原是想扔给他的。听到熟悉的名字，我下意识地抬了抬眼。谢晋之正倚在雕花栏杆旁，他本就生得好看，如今一身湖蓝色的锦袍愈发衬得他面如冠玉。对上我的视线，他的眸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疏离，又直起身，朗声道：抛绣球讲的就是公平公正，哪有再抛一次的道理？堂堂尚书府，莫不是想赖账不成？心脏仿佛瞬间停滞了，我攥着裙摆的手指微微泛白。周围不少人附和谢晋之的话，就是，哪有抛出去又收回的道理？尚书府平日不是最重信誉，今日怎地出尔反尔了？场面一度失控时，阿兄铁青着脸指向谢晋之：你自小与我妹妹一同长大，幼时更是当众立誓，说此生非她不娶。如今为何竟说出这种话？二楼坐着几个在京中出名纨绔子，他们的闲谈中带着几分戏谑。还能为什么？人家谢小侯也移情别恋了呗。昨日我可亲眼看到谢晋之带着他们尚书府的二小姐去玉珍坊挑心上的胭脂呢。听说他今日是被硬绑来的，要我说，他压根就不想接着绣球。原来如此，我轻轻垂下眼睫，将眼眶里打转的诗意强压回去，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声音虽轻，却字字分明。谁说这绣球不作数？绣球落地便是天意，这门亲事我认了。阿兄猛地转头望向我，声音又急又厉：云相书，你别犯傻，你是尚书千金，怎么能嫁给一个乞丐？我偏头看向他，眼底的红意终究没藏住。曾几何时，他还是把我护在羽翼下，对我无微不至的阿兄。可如今，只是因为养妹云初瑶一句莫须有的被推下水，他竟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日子里，当众将我推至水深火热的境地。我扯了扯嘴角，露出一抹极淡的嗤笑：允许，这不就是你所期望的吗？现在堂堂尚书千金要嫁乞丐，你的好妹妹云初瑶该开心了吧？允许愣了愣，随即眉头紧锁，语气里满是不赞同：你还在怪瑶瑶？这事分明是你不对，她今日这般不过是……后面的辩解我已听不进去，只转身提起裙摆，一步一步走下楼梯。围观众人如潮水般退开，自发为我让出一条路，那些探究同情的目光落在身上，像细密的针。路过谢晋之时，他出声叫停了我，声音里还带着几分自以为是的劝诫：云相书，你没必要为了和我赌气，就当众说自己要嫁一个乞丐。他上前半步，语气又软了些，仿佛真是在为我着想。我们自小一起长大，我向来待你如亲妹妹般，日后定会帮你寻一桩门当户对的好亲事。我回头扯出一抹讥讽的笑：亲妹妹？谢晋之语塞了一瞬，眸中闪过一抹心虚。我眸光如刃，声音也冷了几分：谢晋之，就算承认自己变了心，也好过你现在拿一句妹妹做托词。他脸色白了一瞬，嘴唇翕动，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我没再犹豫，目不斜视地从谢晋之的身边越过，行至那个站在角落里衣衫褴褛的乞丐前。周围嘈杂的议论声戛然而止。阿兄允许站在二楼扶着栏杆，眸中带着急切，俯身冲我喊道：相书，你疯了不成？快回来！谢晋之也站在不远处，目光沉沉地望着我，嘴唇紧抿着，
周身散发着冷意。这一瞬，所有人的视线都齐聚在我身上。我抬头望向面前这个一脸污垢、浑身是血的男人，缓缓出声：“你可愿娶我？”男人的喉结迅速滚动了几下，被发丝遮住的眼眸蹦出一丝异样的金光。他开口了，声音清凌凌的，如同山涧流淌的清泉：“你不后悔？”“不悔。”“好，我娶你。”允许见状，脚步飞快地冲下楼，却在半路被谢晋之拦下。“你现在过去，就遂了他的愿了。”“什么意思？”谢晋之冷哼一声：“他就是在与我们赌气，不会真的嫁给这个乞丐的。”我听着，却是什么都没说。我和阿兄还有谢晋之自小一起长大，亲密无间，直到3年前我意外走丢，与他们彻底断了联系。我爹娘也为此郁郁寡欢，云府也跟着沉寂下来，再没了往日的暖意。直至云初瑶出现，她是我娘那边隔了几代的表亲之女，又恰巧长着几分与我相似的眉眼。听说她父母双亡后，我爹娘当即就把她接进府，收养在了名下。云初瑶性子活泼，嘴又甜，没几天就把府里上上下下都哄得欢心。自那以后，死寂的云府因为她的出现渐渐热闹了起来。日子久了，渐渐的所有人都忘记了我的存在。直到半年前，我灰扑扑的像个乞丐一样被找回家。我以为自己等到的是和家人重逢的喜悦，没想到却是他们怕让云初瑶吃醋，故意对我的疏远。我归家那晚，亲耳听到我娘安慰云初瑶的话：“瑶瑶，你永远都是爹爹和娘的女儿，这一点不会因为谁回来就会改变。况且你姐姐被拐到乡野3年，无人教导，性子愈发粗劣不堪，哪有你乖巧懂事的性格讨爹娘喜欢？”我当时像被人兜头浇了盆凉水，愣在原地，手里还攥着走丢前我娘送给我的玉佩。尚书府千金要嫁给乞丐的消息被人们口口相传。我归府时，爹娘和阿兄都围着一张梨花木桌正闲谈着什么。允许话音落下后，我爹一掌拍向桌子，撇了撇胡子：“简直胡闹，把我云家的脸都丢尽了。”我娘挑了挑桌上的布子，瞥了他一眼：“一会儿阿叔回来，你别责骂他，不然他又该闹得家中鸡犬不宁了。”想来他也是生气他哥当众让他出糗，才赌气说要嫁给一个乞丐的。他现在连那乞丐姓甚名谁，家住何处都不知道，哪敢这么轻易的嫁过去？是想一辈子都不见我们吗？一旁的云初瑶象征性的挤出几滴泪花：“娘，都是我的错，若哥哥没有为我出头，姐姐也不会这般赌气了。”我娘心疼的用帕子为她擦了擦脸上的泪珠：“乖女儿，自他回家后，爹娘没少为了迁就他让你受委屈，你如今只是同他开个玩笑而已，没什么的。”我爹也附和道：“瑶瑶此事与你无关，你放心，你姐姐只是同我们赌气，不会真的毁了自己的一辈子，嫁给那个乞丐的。”说着，我娘捻起一匹水红软缎，递到云初瑶面前：“乖宝，快选你喜欢的颜色，别待会儿你姐姐回来了，与你抢了去。”正说着，我娘眼角的余光突然瞥见静静站在他们身后的我，手里的料子啪嗒掉在桌上。对上我的视线后，众人的表情都有些说不上来的尴尬。若是从前，我定会歇斯底里的将家中闹个天翻地覆，质问我娘为何像防狼一样防着我，明明我什么都没和云初瑶抢过；质问我爹和阿兄为何眼里只看得到云初瑶。许是这段日子太过疲惫，又或者我已决定离开，对这个家不再抱有期望。如今在众人紧张注视的目光下，我只是一言不发地回了自己的房间。几日后，我同那个乞丐相约见了一面，地点约在一处不起眼的茶肆。茶肆里飘着淡淡的茶香，我捏着青瓷杯沿，目光落在窗外淅淅沥沥的雨丝上，竟有些出神。直到一张带着浅伤却格外俊朗的脸突然闯入视野，我才猛地回神。云小姐，不认识我了？少年的声音清冽，像山涧冷泉。我下意识瞥向他身上那件补丁莫补丁的粗布衣裳，脑中轰然一想，眼前这位面容清俊的少年，竟是那日在酒楼下接到我绣球的乞丐。原来他那日藏在灰尘下的容貌，竟这样出挑。怔怔愣着，他的目光却直勾勾锁着我。
我慌忙清了清嗓子，强装镇定开口：“你叫什么名字？”男人顺势在对面落座，修长的手指提起茶壶，为自己倒了杯茶。明明动作寻常，可举手投足间却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金贵，唤我将欲变好。我压下心头的诧异，从袖中摸出几张银票，递到他面前：“半月后，你便来云府娶我，这些钱应该够你置办行头了。”话未说完，江玉只扫了眼银票，却没接，反而抬眸看向我，眼底带着几分探究。云小姐当真要嫁给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乞丐？我心头一紧，反倒生出几分好胜心，反问：“你难不成是惧怕尚书府的威名，不敢娶我？”他忽然低笑出声，指尖轻轻将银票推回我手边，动作温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力道。什么意思？我蹙眉追问。哪有花女人钱的道理？他抬眼时，眼底盛着细碎的光，语气笃定：“等着吧，半月后我定来娶你。”我猛地怔住，不自觉地想到自己回家后的种种，眼底霎时蒙上一层雾气。我吸了吸鼻子，声音却清晰：“如果可以，还请尽快。”瞥见我眼底的猩红，江玉身形微顿，他滚了滚喉结，在开口时，声音不自觉地多了几分郑重：“好。”我归家时，府里已经用开了晚膳，谢晋之也在，坐在云初瑶的身旁。见到我后，众人脸上的笑容顿时僵住，方才满室的热闹也瞬间沉成尴尬的静默。阿兄允许最先反应过来，他朝我招手：“相叔，快过来用膳。”我摇了摇头，我不饿，就先回去了。见我欲抬脚离开，我娘突然出声叫住了我：“相叔，娘有个事要同你商量。”我站定在原地，什么事？他走至我身前，踌躇片刻，开口道：“我和你爹商量，决定将你妹妹同晋之的婚事定下来。”我抬起脸，往谢晋之那边看了一眼，他下意识地偏过脸，回避了我的目光。见状，我讥讽地勾了勾唇。我娘一把握住我的手：“娘知道你自小同晋之一起长大，可感情这种事，不是按先来后到，也是要两情相悦的。娘保证以后会补偿。”我不动声色地抽出自己的手，出声打断他的话：“我没意见，祝妹妹和妹夫百年好合。”我没想到谢晋之会追上来，此刻他正攥着我的手腕，不肯松手。我皱着眉头出声：“谢晋之，你要干什么？”他微微垂下眼，声音软了几分：“我知你故意说那些话，是在同我生气。你心里现在肯定很难受吧？”“难受吗？好像也并没有多难受，最多只是感慨而已。曾经我以为我身边的任何人都会被云初瑶抢走，但除了谢晋之。半年前我刚被找回家时，云初瑶就热衷于上演栽赃陷害，将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戏码。那时任凭我百般辩解，却没有一个人会信我，除了谢晋之。他会温柔地攥住我的手：“阿叔，我相信你。我会永远站在你这边，也会因云初瑶霸占着我的位置的缘故，任凭他百般纠缠，也始终对他疏离有度。”我以为那个在总角之年就立誓非我不娶，又在我走丢时从未放弃过寻找我的谢晋之会永远站在我这边，可没想到他最后还是选择跟着别人一起来欺负我了。他和我说：“云相叔，难怪你的亲生父母会更喜欢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你这样浑身带刺的性格，谁会喜欢啊？每天我只要和初瑶多说一句话，你就死揪着不放，觉得我喜欢上了他，整天疑神疑鬼，像个神经病一样。好啊，我现在告诉你，初瑶就是比你可爱，比你温柔，比你漂亮，我就是喜欢上了她，你满意了？”我那时把她当作溺水时唯一的浮木，就连她说出这样刺痛我的话，我的第一反应竟不是生气，而是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直至后来我才想清楚，谢晋之自始至终只是嘴上说着厌恶云初瑶，却从未有一次真的拒绝过他那些越界的亲近，是他嘴上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才险些将我逼疯。真正错的人是他，并非是我。见我长久没有出声，谢晋之自以为说中了我内心的想法，他轻叹一口气，自顾自地开口：“阿叔，我们自幼一起长大，也曾两情相悦，我实在不愿我们走到形同陌路的地步。
我可以去同你爹娘商量，你和初瑶一同嫁给我，共为平妻，不分高低，如何？我不可置信地抬头看向他，他什么时候竟厚颜无耻到了这种地步？谢晋之见我睁大了眼，还以为我是高兴的说不出话，当即倨傲地拢了拢袖。只不过你要先答应我，待嫁进谢府后，你不可像从前一般处处针对你妹妹。我实在听不下去了，直接伸手用力地将他推了开，忍无可忍地吼道：你给我滚！半月后，恰逢云初瑶的生辰，这天也是江玉上门娶亲的日子。这些天，坊间原本那些沸沸扬扬的传言，在我爹刻意的打压下，几乎消失殆尽了。毕竟，也没有谁真的会相信堂堂尚书府千金会嫁给一个乞丐。就连我爹娘、阿兄，也认为我当众说自己要嫁给一个乞丐的话，不过是在赌气。可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彻底对他们失望，也早就想离开这个家了。清晨，我刚想推开门，就听到院外传来窸窣的声音，是允许的声音。快走吧，待会儿那个谁醒过来，发现我们要带瑶瑶去扬州过生辰，定会缠着不让我们走。我娘声音迟疑，我们真的要将阿叔自己一个人扔在家里吗？他会不会难过啊？不知为何，我总觉得心中有些不安。我爹边收拾行李边催促道：你别多想了，我好不容易才告了假，这府里有上百个佣人伺候着，难不成还会饿死他？云初瑶故作善解人意的声音响起：要不我们还是带着姐姐一同去吧。允许发出2声轻啧。那你还想不想好好过完这个生辰了？我娘轻叹一口气，那等我们回来再好好和阿叔道个歉吧。一炷香后，整个院外彻底安静了下来。我推开门，抬头看向万里无云的天空，真是好天气。又叫来一旁的丫鬟：宝翠，为我穿嫁衣吧。我没想到江玉竟雇了8抬大轿来娶我。不仅如此，他还花了重金雇了班喜乐，从长安街吹到了城郊的巷口。围观的百姓众多，蜜枣和喜糖一把把地往沿街撒。我坐在轿子里，听着唢呐裹着铜锣响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一个穿补丁的乞丐哪来的这么多钱？但联想到他先前举手投足间的金贵气场，下意识的直觉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并不简单。云家乘坐马车刚行至半途，就收到了扬州遭水患的消息。几人先连看向外面连绵的雨，只得不甘的返程。3日后，云府刚踏进门，就绝府李靖的反常。往日里伺候的下人都垂着手站在廊下，连大气都不敢出。云母率先察觉不对，出声询问一旁的丫鬟：大小姐呢？下人们面面相觑，最后有个小丫鬟颤颤巍巍地跪了下来，声音发抖：大小姐3日前就从府上出嫁了，我们拦都拦不住。什么？云府、云母和云许几乎是同时出声，惊得廊下的灯笼都晃了晃。云府上前一步，指着那丫鬟怒喝：嫁给了谁？就是上次在酒楼下接到小姐绣球的那个乞丐。那乞丐还雇了一班喜乐，还特意吩咐乐手让他们从长安街吹到了城郊的巷口，现在整个京中都知道这事了。云母听罢，只觉眼前一黑，身子直直往下倒，幸好允许眼疾手快扶住了他。他靠在儿子怀里，声音带着哭腔：糊涂啊，他怎么这么糊涂？云初瑶边安抚着云母，边连声叹气：姐姐怎么能为了和我们赌气，做出这样有辱门楣的事，现在还害得阿娘这么担心。她侧着身，一旁的允许恰好捕捉到她嘴角还未来得及敛去的得意。她怔了一下，声音冰冷，带着前所未有的锐利：初瑶，父亲正在气头上，你就别再火上浇油了。云初瑶猛地一怔，有些不相信素来宠爱他的兄长竟会如此训斥他。允许转过脸，直勾勾地望向他，心里隐约觉得有些不对劲。初瑶，你实话告诉我，先前你同我说相叔在老王妃的寿宴上曾把你当众推下水的事情是真的假的？他脸色一白，正想酝酿着开口，却被允许冷不丁的一句话堵住：你先想好了再说，如若被我查到你撒了谎。云初瑶藏在袖下的手止不住的发抖，在开口时声音已染上了哭腔：是我不小心掉进湖中的，我只是觉得太丢人了，
又怕你们责怪我在外人面前丢了云家的脸。允许不可置信的出声，所以你就污蔑相叔，说他将你推进湖中，你还因此让我为你出气，害他在抛绣球时出了糗。他的脸色冷得吓人。云母也错愕地看向云初瑶，语气中不免多了几分失望。瑶瑶，你怎么能这样做？见此情景，云初瑶有些害怕地躲在了云府的身后。正当允许开口想说些什么时，云府突然出声喝止：行了，初瑶只是有些孩子气罢了，开个玩笑而已，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允许愣住了，他尝试张了张嘴，但看到自己父亲那张写满偏袒的脸，到了嘴边的话突然像被堵住一般，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正午的日头透过窗棂，把屋内照得亮堂堂的，可允许却觉得浑身发冷。这还是在他的逼问下，云初瑶才将隐瞒的真相说出。那些他所不知道的呢？他忽然想起从前，相叔也是这样一次次红着眼和他们辩解。我没有推他，是他自己摔倒的。东西不是我偷的。我没有，我不是。可从始至终却没有一个人认真听他说过一句话。众人的偏袒早就下意识地为他定了罪，眼眶有瞬间的灼热。允许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突然惊觉，这些年他看似中立的沉默和父亲的偏袒又有什么两样？想到这里，他一言不发地回了卧房。江玉在城郊边另了一处小院子，院子不算大，只有东西2间房，但胜在干净。窗户上贴了喜字，房梁上也有红绸缠绕。我爹他们找来这里时，恰巧江玉刚离家，院门上的旧锁被家丁一脚踹开后，我爹便带着人闯了进来。他眼睛扫过墙上的喜字，又落到我身上，指着我骂道：云相叔，你把尚书府的脸面都丢到泥沟里去了，跟我回去。我放下手里的剪刀，抬头看他，我成婚了，这里是我的家，你管不着我。成婚？他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3书6礼，哪样你占了？这算哪门子成婚？你这个不孝女！气氛僵持之际，我娘连忙上前抓住我冰凉的手，声音带着哭腔：相叔，你别怪你爹，他也是担心你，才有些口不择言罢了。跟娘回家吧，好不好？我垂下眼，没有说话。他软下声，继续开口道：抛开尚书府的颜面不说，你难道真要在这破院子里挨苦日子？娘知道前些日子因为初瑶是我们忽略你了，也错怪你推他下水，可初瑶已经知道错了，你就原谅他吧。听着这话，我只觉得可笑。前月云初瑶污蔑我偷走了他最喜欢的那只步摇，他们便以品行不端为由，罚我在院中跪了一晚。如今轮到他犯错，只是一句他已知错便能轻飘飘地接过，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想到这，我抬起头，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好啊，你们不是想让我回去吗？我娘和我爹都愣住了，只等着我后面的话。我深吸一口气，一字一句道：只要你们将云初瑶赶出府。不行。我爹娘几乎是脱口而出。空气有一瞬的寂静。听到并不意外的回答，我有些讥讽地笑出声。父母之爱与我缥缈如烟，幸好如今我早就不再奢求了。似是意识到自己回绝得太快，我娘有些尴尬地开口：瑶瑶毕竟是你的妹妹，一家人还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说着，她连忙拉过一旁的云初瑶：瑶瑶，还不快给你姐姐道歉？云初瑶上前后，突然一把攥住我的胳膊。她垂着眼，长长的睫毛颤着，声音委屈得像要滴出水来：姐姐，我错了，你就和我们回家吧。话音落下，她猛地暗自发力，将锋利的指甲狠狠掐进我胳膊上的肉里。我猛地一把将她推开，毫不留情地将一巴掌甩在脸上。啪的一声脆响，云初瑶被打得侧倒在地，眼泪瞬间涌了上来。姐姐，我都和你道歉了，为什么你还要打我？我爹当即扬手，震怒出声：你这个逆女！凛冽的掌风擦过脸颊，我下意识地闭上了眼，可想象之中的疼痛并没有传来。我猛地睁开眼，却见眼前不知何时出现了几个戴玄色面具的黑衣人，以一种保护的姿态将我围在中间。为首那人手劲儿极大，牢牢攥着我爹即将落下的手腕。
我爹的面容因疼痛而微微扭曲。大胆！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敢光天化日之下对朝廷命官动手？一旁的我娘见状，急忙将云初瑶护在怀中。我淡淡的收回视线。蓦地，一道清冽又带着几分冷意的声音从人群外传来。我倒是要问问岳丈大人，为何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我的夫人动手？江玉从门外走近时，我几乎没敢认。他先前总穿的旧布衫换成了一身月白色的锦袍，原先附在眉间的碎发被玉冠束起，清俊的容颜彻底显现。他立在那里，周身像裹着无形的压迫气场。我爹愣住了，随后视线定格在他腰间摇晃的玉牌时，脸色一寸寸的变白。你是历朝的太子。府中众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巷口，小院里只剩我和江玉，空气一时静得有些发僵。自知晓他是历朝太子后，我总忍不住拘谨，连抬眼望他都觉得不自在。他似是看穿了我的局促，放缓了语气，耐着性子解释：我本是奉命出使魏国，要与魏帝商议两国互通运河的大事，却在半路遭遇追杀，为避祸端，我才换上乞丐的装束，一路辗转来到上京。可不幸那日终究还是被人识破了身份，侥幸逃脱后，我又因重伤昏迷在街巷。再次醒来时，这才恰好接到了你的绣球。说着，江玉话锋一转，眼底漫上几分缱绻的暖意。其实那日并非我们初见，我刚到上京时，你在寺庙上香，误把我当成了乞丐，还塞给我几张饼子和些碎银。他望着我，语气带着几分期待，你还记得吗？思忖片刻后，我摇了摇头，老实道，不记得了。江玉脸上的笑意顿了顿，噎了一瞬，我耳根悄悄泛了红，气氛倒比先前松快了些。相互混熟后，江玉寻来2把藤椅，摆在了院中的老槐树下。我们并肩坐着，吹着夜风，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着，蝉鸣在院墙根下轻轻应和。江玉和我说了很多他在历朝发生的事。他说他自小在父皇母后的羽翼下长大，没受过半分委屈，15岁便跟着老将出征，凭一场漂亮的伏击战让满朝文武侧目。17岁主持修订税法，帮百姓减轻了赋税，连市井间都传着他的名字。我听着，眼前不自觉浮现出少年得意风流，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场景。说着，江玉忽然停了话头，转头看向我，你呢？在遇见我之前，你曾经是位怎样的姑娘？我指尖轻轻摩挲着藤椅的纹路，微微垂下眼，良久才低低出声，是个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舍弃掉的人。江玉的呼吸顿了顿，没说话，只悄悄往我这边挪了挪藤椅，肩膀轻轻挨着我的肩膀，带着温温的暖意。我继续说，声音很轻，讲起自己曾经的事时，像在说别人的故事。说到最后，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抬手想揉一揉，却被江玉轻轻攥住了手腕。他掌心的温度透过布料传过来，很稳。他没说别难过，只低声道，以后不会了。在我这儿，你永远是最该被放在心上的人，谁也不能把你舍弃。相书，等你同我回了历朝，我定会不及你一场盛大的婚礼。我抬头看他，江玉眼里的星光比天上的更亮，也更暖。风又吹过，槐树叶沙沙响，银河在头顶静静流淌。那一刻，我清晰地感知到了自己心头骤然的悸动。翌日晨光正好，我揣着碎银去街角的布行挑衣料，指尖刚触到一匹月白软缎，身后就传来一道娇俏却带着刻意的声音，掌柜的，这匹布我要了。我回头，果然是云初瑶。她挤不上前，伸手就来抢我手里的布，姐姐我下月要去赴宴，正缺这样的料子做新裙呢。我攥紧布角，不肯让半分。两人拉着肩，步行门口忽然传来一阵动静，伴着掌柜恭敬的招呼，谢公子回来了。我抬眼就看见谢晋之站在门口，一身青衫沾着些旅途的尘土，想来是刚随他治理江南水患的大哥回府。他目光扫过我和云初瑶，先是皱了皱眉，随即看向我，语气带着几分不容置疑，相书让给初瑶吧，不过一匹布而已。我反唇相讥，凭什么？谢晋之皱下眉，语气添了几分不耐，你忘了先前我同你说的话，若你想嫁进谢府，
唯一的要求就是往后不要再处处针对初瑶。如今为了匹布闹成这样，传出去像什么样子？周围人的嘴都这么严吗？谢晋之居然还不知道我成婚的事。我刚要开口解释，身后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清冽男声，带着几分含笑的温度。我倒不知，我家娘子何时还有要嫁进谢府的打算？谢晋之猛地回头，脸色瞬间僵住。你说什么？江玉穿着一身淡青锦袍，手里还提着我昨日念叨想吃的糖糕，缓步走了进来。他没看旁人，径直走到我身边，自然地将我往他身侧带了带。谢公子刚从江南回来，许是没听过京中近来的事。几日前，相叔已与我成婚，如今是我江玉明媒正娶的妻子。娘子二字落进耳里，谢晋之脸上的温和彻底碎了，青衫下的手不自觉攥紧。他先是呢喃一句，怎么可能？而后似是想到什么，猛地看向一旁的云初瑶。他说的可是真的？云初瑶更是脸色煞白，往后退了半步，小声低语道：他就是接到姐姐绣球的那个乞丐，也是历朝的太子。谢晋之盯着我，眼底的红河上涨。相叔，你真的嫁给了他？没等我出声，江玉就径直地挡在我身前，隔绝了谢晋之的视线。喜欢这匹不？那就买下来，若不够，再挑2匹做衬礼。你上次说想要的藕荷色也有，一起带回去。说着，他唤来掌柜，干脆利落地付了钱。我同江玉离开时，谢晋之还如一座石化的雕塑僵在原地，一动不动，嘴里还不停地呢喃着那句：怎么可能？他最喜欢的人不是我吗？太后寿宴，江玉也被邀请在内。我本不想去凑这个热闹，但还是挡不住他的软磨硬泡。娘子，你真忍心眼睁睁看着你夫君独自赴宴？他凑到我跟前，语气带着点刻意的委屈。见我不说话，又往前挪了挪，故意眨了眨眼。再说，你就放心，你夫君生的这般好看，万一被哪家小姐缠上了，可怎么办？我被他逗笑，气着去掐他的腰，最终还是陪他赴了宴。踏入宫门，周遭探究的视线就没从我们身上移开过。细碎的议论声顺着风飘进耳里，听说了吗？这云尚书的女儿前阵子赌气把绣球抛给了个乞丐，谁晓得那乞丐竟是历朝太子。可不是嘛，咱们皇上本来是想让公主嫁过去的，可这太子非但当众表明非他不娶，最后还按着咱们魏国的习俗，八抬大轿去云府接的亲，跟话本里写的似的。也有人带着几分酸意嘀咕，这就平白成了太子妃。说到底，江太子是历朝人，在魏国成的婚算什么？我攥着江玉的手紧了紧，他像是感知到我的不安，反过来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寿宴正热闹时，殿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启禀陛下，太后，五皇子在御花园落水了。满殿瞬间安静下来，皇上猛地放下酒杯，一行人急匆匆跟着侍卫往后花园赶。刚绕过月洞门，就见湖边围了不少人。走近一看，云初瑶和云许正被2名侍卫按在地上。怎么回事？皇上沉声道。领头的侍卫上前回话：回陛下，五皇子落水时，御花园西侧只有云小姐和云公子2人，是臣等当场将他们拿下的。话音刚落，人群后突然跑出个哭哭啼啼的嬷嬷，他指着云初瑶气道：是他，方才小皇子在湖边玩沙包，不小心砸到了这位云小姐，小皇子刚要道歉，他就一脚把小皇子踹进了湖里。云初瑶浑身一颤，脸色瞬间惨白如纸，挣扎着抬头，眼神慌乱地扫过众人，最后竟死死盯着云许，声音带着哭腔喊：不是我，是兄长，是兄长嫌五皇子挡路，才把他踹下去的，我拦都拦不住。你说什么？云许猛地抬头，被按在地上的身子剧烈挣扎，不可置信地看向云初瑶，眼底满是震惊与失望。云初瑶，你怎么能撒谎？明明是你，兄长。云初瑶打断他，眼泪汹涌而出，就是你。方才你还说五皇子出身低微，碍了你的眼，怎么现在不敢认了？云许看着他扭曲的脸，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他闭上眼，轻声为自己辩解了一句：
不是我，我方才只是听到有人落了水，这才赶了过来。我爹娘见状，忙跌跌撞撞跪到皇上面前，额头抵着地面不停磕头。陛下饶命，臣的儿女定是被诬陷的，这里面一定有隐情，初瑶和阿许绝不敢伤害皇子啊。太后脸色铁青，刚要开口斥责，就见一名侍卫捧着个锦盒上前，躬身道：陛下，这是从五皇子手中取下的物件，是一颗衣扣。锦盒打开，里面那颗珍珠纽扣光泽鲜亮，正是云初瑶今日衣裙上缝着的样式，连上面的缠枝纹都分毫不差。我爹娘猛地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云初瑶：你竟构陷自己的亲兄长？阿许平日待你那般好，有好东西都先紧着你，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你还是个人吗？云初瑶瘫坐在地上，看着那颗纽扣，嘴唇哆嗦着，再也说不出一句辩解的话。皇上脸色沉得能滴出水来，冷声道：云初瑶残害皇嗣，心肠歹毒，即刻打入大牢，听候发落。云尚书教女无方，纵容子女作恶，即去三品尚书之职，闭门思过。云初瑶嚎哭着大喊：皇上饶命！饶命啊！我不知道他是皇子，我不知道。旨意落下，我爹瘫坐在地，面如死灰，而云许像被抽走了所有魂魄，僵硬地跪在原地，眼神空洞地望着地面。片刻后，他缓缓抬起头，越过拥挤的人群，直直对上我的视线。我只看了他一眼，便收回了视线。这一刻，叫做刀子扎在自己身上才会疼。我离开时，允许蓦地癫狂般地笑出了声，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出来。报应，都是报应。我随江玉动身前往历朝时，马车行至城门口处，忽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呼喊，带着哭腔，一声声撞进耳里：相叔，爹娘错了。相叔，你回来看看我们吧。爹娘真的错了。我握着车帘的手顿了顿，指尖微微发颤。掀开车帘，一角望去，城楼上的两人头发似乎又白了些，身影在风里显得格外单薄。我望着那两道熟悉的身影，想起从前在尚书府的日日夜夜，那些委屈像潮水般漫过心头，却再没了往日的痛感，只剩一片平静。最终，我收回目光，将车帘重重地落了下来。我曾以为跟着江玉回历朝做她的太子妃，便是故事最好的结局。可踏入东宫的第一天，现实就给了我一记耳光。那天午后，有位身着劲装的女子径直闯进来，没等我反应过来，她的巴掌就狠狠落在了我脸上。你可知我与江玉自幼有婚约？我才是她名正言顺的未婚妻。我正在原地，脸颊火辣辣的疼，像一场荒唐的梦。后来我才得知，她便是历朝镇国将军之女林薇，也是江玉自幼长大的青梅。直到江玉回来，看到我泛红的脸，她瞬间沉了脸，将我紧紧抱在怀里，语气满是心疼。我从未对她有过男女之情，只当她是妹妹。明日我就去父皇面前，请他取消这桩婚约，你信我？甚至在那一刻，我仍对他存着幻想，以为他能将所有事情处理妥当。可直至第二天，我等来的不是他们婚约取消的消息，而是林薇悬梁自尽了。江玉听到消息时，脸色骤变，连一句解释都没来得及说，就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他再回来时，眼底满是红血丝，神情颓废得像换了个人，声音带着小心翼翼的试探：相叔，林薇她，你能不能先做侧妃？等她好些，我再……后面的话我没再听，只觉得心里那点残存的期待瞬间碎得干干净净。我突然想通了，若留在他身边，我的后半生不过是困在内宅的方寸之地，日复一日和别的女子争风吃醋，争夺一个男人的宠爱。这样的日子想想都觉得没意思。我看着他，忽然笑了，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江玉，我们还是算了吧。见我欲抬脚离开，江玉慌忙伸手想挽留，指尖刚碰到我的衣袖，就被我避开。我望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道：你曾答应过我，不会让我再被舍弃，不会让我受半分委屈。做不到，就不要轻易许诺。那天，我独自走出东宫长长的宫道，凛冽的寒风吹在我身上，我却觉得四周都是自由的空气。这一次，
我不再把选择权交到任何人的手中。疆域给了我一笔足够我安稳度日的银两，还为我办妥了历朝的户籍。这地方民风开化，女子亦可做官经商。我没再多停留，在京都最热闹的街上盘下了一座酒楼。如今，我的忘忧阁已在京都颇有名气，无人再敢轻视于我。疆域仍时常来，有时携友，有时独酌。至于他后来到底有没有和那位青梅成婚，我也并没有关心。杯中酒尽，前尘尽散。从前我总困在被舍弃的执念里，把别人的选择当成衡量自己价值的尺子。后来，我开始学着把目光从别人身上收回来，第一次认真问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如今再想起从前，倒也不觉得怨了。从前那些无论没被亲人还是喜欢的人坚定选择的遗憾，终究成了让我看清自己的镜子。原来最好的人生，从不是让谁后悔，而是让自己过得舒展、安心。我终于成了自己最坚定的选择，这就够了。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